首先做老板的，我们要先接受他是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要接纳。OK， 只有老板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的下属他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是去实行他要做的这个 e-invoice 的这个 adoption， 不然的话其实是做不到的。是电子发票上路了之后，它真正在内部去实行之后，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如果你问我从一个税务顾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会有的。会有可能发生的。你这么一讲，老板们更担心了。对对对，今天的税务局，它并不是只是收税务了的，它也在收集资料，所以这个 data collection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政府它有一定的这个 information 在他手上，它是不可能不去做任何的 analysis 的。从今年8月1号起，马来西亚将分阶段引入电子发票系统，并在明年，也就是2025年7月1号全面实施。电子发票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个提升商业竞争力的战略机遇。它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有效地遏制地下经济活动，并解决逃税问题。今天要聊的是专为中小企业主编写的电子发票指南——大马中小企业 e-invoicing 全攻略。它将帮助您了解电子发票的战略价值，并清楚解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规定，让你轻松上手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欢迎来宾，也就是作者、专业会计师 Syarikat Ong 税务顾问 Agnes Wong 来为大家解惑。是，那么其实 Agnes 呢，她除了是这本书的作者之外呢，她也是一家就是专业的会计公司的这个，您自己其实也是专业的这个会计师，对不对？我是。然后呢，你也是一位税务顾问。对对对，是你们公司叫做 Syarikat Ong。对，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我就在想说，Syarikat Ong 这间公司这个名称其实蛮特别的，你们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叫做 Syarikat Ong 呢？好，其实如果说在注册领域熟悉的话，能够用 Syarikat 这个字的公司，就一定知道这公司是1970年代的公司。哦 ，OK， 因为70年代之前的公司注册可以用 Syarikat 这个字，很多时候你还可以用 Syarikat 这个字。今天呢，其实您去 SSM 是不能够注册到这个字了。它已经是被管制了。有点历史感的感觉。对对对对我们这间公司其实已经50年了。那么我们主要的业务呢是在处理着客户群，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他们的税务，还有公司秘书。这2个环节是，其实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国家实行电子发票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然后您出版了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符合现在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啊。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来聊一下，当初你想要写这本书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到，就是没有一个工具。就是中小型企业，它能够得到很多的资讯，但是它没有一个工具来操作，它怎么样进入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怎么讲？这个 implementation， 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因为现在政府他们的做法呢，就是说，当它有一个新的政策、一个新的发展，它就会逐步的一直在发表言论。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全部的这些资讯，再加上我们自己对这个电子发票的想法跟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变成一本工具书。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回馈给中小型企业的原因，也因为这样，我们整个团队再加我自己就来引导了这本书的诞生。那因为其实我相信您肯定有很多的经验嘛，因为你主要辅导的这些对象也都是中小型企业。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这段时间
在电子发票上路之后，因为我们有听到，其实第一天那个系统就大宕机了嘛，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听到很多的抱怨。那当然也可能也听到了很多人他的痛点啊。所以就在这段时间，你跟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家他们在互动、在聊天的时候，或在领狗逼的时候，其实你听到大家最多对于电子发票的反馈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我们宕机这种事情，我们其实都是认为会发生的。OK，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系统的诞生，它是需要时间，对，它刚刚上路，它需要学习去走路。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中小型企业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首先会去否决一件事情。因为改变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临高逼的这个阶段，很多时候就是膀胱先把，就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OK， 不过呢，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实并不多。大家接受度还蛮高的，接受度其实比 GSC 的时候感觉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数据，感觉上是来自于更加好的。OK， 对，所以没有我们想象中大家这么排斥就对了。对，大家接受度还蛮高。其实你如果问我的话，电子发票它是一个还算是给出蛮多便利的一个系统，因为特别是年轻族群，他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电子系统能够让他去管账的话，去管理他的这个收入跟支出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对，所以其实包括我们在内啦毕竟马来西亚第一次有这个电子发票，所以我们从概念到8月1号的成型我们自己也去体验这个电子发票。那么，当你正式去体验电子发票，你才知道原来它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其实电子发票呢，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讲个人个人您去买一本书去买一本书，然后买了一本书，然后你看到有个单据，有个 QR code。如果今天您要把这一张单把它变成电子发票的话，它其实就会直接收入进去您的那个 MyTax Portal， 就是我们现在报税需要有自己的 MyTax，所以它直接在那边就有一个存档。就是也非常方便。也就是说，原来政府就是你的一个存库之一。所以今天我开始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税务局它不是只是收税，它也在帮你做很多的存档的这个工作。因为过去我们报税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存可能5到10年之前的收据，对不对？然后找不到收据，找不到收据，这个是蛮常有的事情。对，所以这个电子发票它也是一个利民的政策。当然啦，我相信。利民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的，比如说企业也好，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真的是得要如实报税了那包括了，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它会影响到的就是地下经济的这一块。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地下经济它是导致我们马来西亚税收减少的一个原因。那其实你认为说这个电子发票实行之后，它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税收是不是真的会有蛮大的帮助的呢？其实如果电子发票我们是全面实行的话，这个是很肯定是会有的。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它也允许了这个15万以下的这一族群的企业家，不需要在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时代里面进行任何的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程序。所以在有一环没有在整个电子发票的经济体里面，它将会得到怎么样的那个效应？老实说，我今天我没有一个数据能够回报。我认为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那个效果会不会我们以前希望的那么大今天就有一个问号了。但是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执行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说政府它是突然来一个大优转当然有人就说你要做你就一气呵成，就干脆就是马上就去实行还有优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年收入少于马币15万的这个企业呢，是豁免于电子发票系统之外的你自己会认为说这是一种缓兵之计吗？还是因为说民众真的是有很多的抱怨，所以政府它是被迫终止？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终止，它只是一个缓慢的一个策略而已。我相信我们下来的我不敢讲多少年，但是我认为电子发票的这个益处，当我们政府正式看到的时候，15万以上的企业家应该也是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的。所以这个暂时的这个 waiver，它会是真的是暂时了，暂时性的而已。我认为它会是一个暂时性。而且如果它没有这个 waiver 的话呢，它没有这个小小的一个优转，可能我相信那个系统可能宕机的会更严重，因为很多人都一下子都进入啊。那你觉得其实第一天就出现这个 My Invoice 的系统啊，出师不利，你觉得其实现在你观察到的这个系统有没有已经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正常了呢？是的，现在越来越正常了，大家慢慢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了。就包括就是我们这些做 IT 的这一方面的这些顾问都好呢，他们也慢慢比较能够适应，知道要做怎么样的调整。因为毕竟每一间公司他们在他们的这一个 IT 数码的这个费用他们需要给多少费用来去执行这个 e-invoice， 每一间公司都会不一样的，因为每间公司它所要的需求不一样，它的客户群不一样，它的生意不一样，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 budget 预算不同，对，所以有些人就讲说，我不想要一次过花这么大的预算，所以我只要纳入50%的预算来试试看每一个的这种我们讲 IT support 能不能够就以这么少的预算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今天开始了，那老板们就会知道OK， 我需不需要提高预算，还是我当时的50%的预算也等于足够现在的这个期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就给您一个情况8月1号开始呢，我就叫我的团队就开始去买东西。就去我们已经知道是哪间公司，他们一定是已经是8月1号实行的公司来买东西，然后拿他们的 QR code 试试看，去把它做一些注册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呈现出来每一个公司他们在这个 IT support 下的功夫有多少。OK 有一些呢是完全是 scan 不进去的。你就知道他有问题了，所以他一定是要去做一些提高这一方面的这些预算。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一放进去真的是2秒钟，你的e-invoice就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企业家，我们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阵痛期啦，对不对？转型的一个阵痛期。那其实我相信你在辅导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的时候，现在。就像你讲的，不同的企业它就是因为规模的不一样，所以它可能它的阵痛期可能也有长也有短的，对不对？对。那其实要如何快速的掌握电子发票系统的操作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在短时间要怎样子去熟悉并且有效的运用这个系统然后来提升自己业务的效率跟这个竞争力其实你会希望说对中小型企业你会给他们怎么样子的 advice， 要怎样子在短时间之内好好的去掌握这个系统，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觉得中小型企业它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公司的老板。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首先做老板的，我们要先接受这个e-invoice 想要他是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要接纳 ，OK， 然后我们要认同他。只有老板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的下属在 finance 也好，各个部门，他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是去实行他要做的这个 e-invoice 这个 adoption， 不然的话其实是做不到的。很多时候老板可能讲说，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很小，那你们就去做吧。他没办法去执行，因为他一定是需要一个老大的一个推动。所以在怎么样最快的方式来接纳呢？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自于，首先我们要 make sure 老板们您接受，您要有预算。要有预算，这个预算8000也好，8万也好，那个无所谓。但是你要了解有一个预算，这预算来做什么呢？这预算来做辅导公司的一些可能学习，在这个 e-invoice 要给大家有这方面的知识。第二呢，就是一定需要有预算
在这个我们讲 computer 这方面的一些硬体这些硬体方面呢，可能软体方面的一个增加的预算。还有呢，就是当我们组装了一个我们叫做working team 来操作的时候，那么老板们一定要去支持，因为同事们并不容易去改变另外一个同事的，所以那个方面的推动其实才是最关键的。很多时候我看到中小型企业是什么呢？我们到处去学习，我们都懂得很多，但是我们落实不了。是，其实一个新的系统，它就像是一个新的文化一样，你要在这个公司内部去推行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做事情的方式，你要从老板开始做起。如果你老板心里都开始有抵触的话，或你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改变，那你的公司自然就很难去改变了。对了。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对于电子发票的好处，他可能是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在行政管理上面可能有很多的顾虑那么对于行政管理这个部分呢，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老板们吗？ OK， 其实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其实并不喜欢被管制，所以在某种情况，那个文化是其实东西太透明化，他们是不舒服的。那么在这个电子发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就是在推广就是怎么讲，必使你一定要有这个透明化的一个这个营销方面的这个资料是要很透明化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接纳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来临呢，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人力资源的辅导是一定要做一些的改革，一定要做一些改革，但是怎么样的改革，我们就很难一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因为每间公司需要的其实它并不一样。电子发票它所带来的冲击不一定完完全全只是账目上面的一个改革而已，它有可能也会促进到一些公司，它在它的那个货源方面的透明化，这个货源方面的透明化，有些公司会导致上他们的这一个账目的这个发现率的这个更改，就是有可能它会发生一些，就是说，税务局今天突然间看到，去年你的这一个 margin 其实是这个样子，怎么在电子发票的这个领域你变成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样的痛点可能是会发生的。这个就聊到了有一些老板他的担忧他就是电子发票上路了之后，他真正在内部去实行之后，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就发现说，你今年你的 margin 可能就像您所说的，跟去年怎么差这么多？会有被秋后算账的这种可能性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老板都在担忧的事情。对，所以其实电子发票的接纳度来自于这里，就是我怕我的这个数目，我所呈报上去的这个我的这个账目报表会有偏差，然后会有这个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是，如果你问我从一个税务顾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会有的，这件事情是会有可能发生的。你这么一讲，老板们更担心了。对，我也了解，但是你很坦白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它是可能会发生的，甚至它一定会发生。如果你问我的话，就刚才我所讲的，今天的税务局，它并不是只是收税务了的，它也在收集资料。OK， 所以这个data collection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在这种AI 的时代 ，OK， 所以政府它有一定的这些 information 在他手上，它是不可能不去做任何的 analysis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小型企业也好，企业也好，假设我们一路来，我们有一些做账的方式，在这个电子发票的时代，它会变成一个痛点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只有面对。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政府不要秋后算账比较好？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秋后算账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去造成这个电子发票它接纳度的一个阻力。那
很多人讲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向前看。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政府也曾经给过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叫做 Special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 这个 SVDP 2.0。那么那个是1年多的时间，就这一段时间我不来。我就给你自己呈报，自动呈报，让我知道你应该是怎么样的 margin， 我就把之前的账目一次过都把它怎么讲就结了。那么有什么事情我们从来年再来继续，其实是有的。但是呢那一个 take up rate 是没有他们想象中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啦。好，我想这个也只有让这个时间来慢慢证明它最后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啊。那但是其实可能也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政府电子发票这样的实行呢，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竞争力？还是你觉得说它其实反而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啊？还是说你觉得说它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让有一些的中小型企业就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他们的生意呢？这样我们就要讲回我们现在中小型企业我不敢讲全部，但是有一些中小型企业他们怎么样来操作他们的生意。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市场就很可悲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很 price sensitive 的一个市场。OK， 所以就是这边减个50块，生意就会过去；这边减个100块，就会去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 market 上面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企业家他就变成一个状态，就是我的盈利点来自于哪里 ，right？ 如果我们看回5年、10年前，很多中小型企业它的盈利点来自于它避了的税。OK， 所以但是这个避税的这个过程，假设他不应该避的税，他当作是他的盈利点，他没有把他的那一个价格，他的生意的他的卖出去的货品的价格，他的service 的那个价格，他没有定在对的位置的话，那么今天如果他被秋后账来讲说，今天我要收取你的这一个 tax 的话呢，它就变成没有 profit。所以其实这个状态已经一直在做改变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大部分其实都已经是很安分守己的在上税。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个21%是还没有的。它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它为什么还没有转到一个对的方向？所以今天的这个电子发票，有一些中小型企业甚至企业我们也不讲，也不只是针对中小型企业，如果他本来就安分守己的发票在报税的话呢，他已经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去跟他的 competitor 再用省税的方式来呈现他的 profit 的话，他已经生存在那个状态的话，今天他进入到电子发票的领域，给他的影响讲真并不大，反而是那一组避来避去的那一组，他们要转型去电子发票的时代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会经过很多账目方面的不一样的呈报方式跟一切。那么如果严重的话，是有可能他需要把那间公司结了。那么他会不会重新开始另外一间公司，我们很难说，这个就要看企业家自己的做法。OK， 那么其实除了电子发票之外你觉得其实政府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税务转型的措施，是你想要在这边提醒我们的企业的老板们或者是朋友们，现在是应该开始去注意起来的吗？其实2024年在我们的领域，我们都叫做它是一个税务年。2024年是一个税务年，2024年是税务年。税务年，对，就是我们除了遗产税，其实我们都在2024年该怎么讲呢？在推行的那个推广的这些税务都已经推广出来。打个比方，有一个叫做 Capital Gain Tax，all right， 这个是新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High Value Good Tax。OK， 但是暂时那个 High Value Good Tax 是暂时是缓慢的，我们就看我们2025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啦。然后还有不要忘记还有一个 Low Value Good Tax， 这个也是在近期2024年所推广的。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呢，除了 e-invoice 之外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Foreign Source Income Tax。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公民，我们在国外，如果说有任何的收入，我们今天要把它纳入进来。如果您是以公司的身份纳入进来的话，你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Foreign Source Income Tax 要去付。如果说是个人所赚取的这个盈利点，在国外的呢，2026年开始，这个也会实行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些不同的这些税务哦，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去面对它。是，我觉得，那你提到这么多税务呢，就让我想到我们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也就快要新的一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很像也要颁布了啊。到时候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税务的问题，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请教您。可以。好，那其实，在最后呢，可能要再请您再来介绍一下您的这本书来分享一下。其实你觉得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最想让它如何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家？然后大家其实有哪一些篇章是可以特别去关注的吗？OK， 当我们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兴奋的，但是开始写的时候就开始很纠结了，怎么说呢？就跑回来，这本书其实读者会是谁？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本书我们就做了一个标签就是有这个蓝色的地方跟这个橙色的这个地方哈。蓝色的地方呢，我们最主要的呢知道老板是最重要的一环，是给老板们读的，让老板们知道就是这个电子发票是不可避免。那么你就要在这个逆境的一个状态下，怎么样去接受它、接纳它，然后也跟老板们谈到，其实国外到底有什么国家在做，他们成功不成功，我们也有在这边有讨论到，也有讲到。那么到了这个橙色的这个部分，就是从第4册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就是好，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执行团队，就从执行团队，那么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有两个 chapter 是给他们的，然后结尾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老板们读一读这一本书，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做任何的 project 都好的话呢，您怎么样把这个整个东西收尾？那么下来，电子发票是你的最终的这一个转型呢，还是它是你的这个这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开始？我们的 conclusion 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开始。那么既然你将会花钱在这个电子发票上面，那么你应该同时把整间公司的整个操作也把它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数码的这一个阶段去。毕竟中小型企业，我们马来西亚整个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人民真的是不多。那么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其实来自于您能不能够也在国外有一定的一些营销的一些交流。感觉上你这本书呢，不只是聊到电子发票，也是一本励志的书，也是一本工具书。是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当在开始一个新的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一个计划的时候，要如何更来全面的去考量，然后去执行这个计划。是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Agne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啊。好，那谢谢你，再次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谢谢，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 Agnes 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对于现在新上路的电子发票系统，不晓得大家又有什么话、有什么意见要提供给我们的政府呢？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告诉我们。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